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老公被确诊肝癌，治疗费用要50万。当我去银行取钱时，发现钱竟然被他偷偷取出来给白月光子买学区房。我愤怒地质问老公，他却将我大骂一顿。小雅她儿子快上幼儿园了，需要学区房，咱们又不着急用钱，我就先拿给他们了。这么点小钱都要斤斤计较，你至于吗？我反手将离婚协议书甩给他，潇洒走人。好吧，反正得癌症的是他，不是我。我不急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从医院走出来时，我腿都是软的。前阵子公司发了体检福利套餐，我和老公一起做了全身检查。谁知今天医院突然把我叫来，说老公患了肝癌，已经是中晚期。想到我和老公结婚3年，感情一直很好，我忍不住嚎啕大哭。他才30岁，为什么上天要这么残忍啊？我不忍心把真相告诉他。一是肝生病的人不易动怒，二是他最近好像工作不顺，脾气大了很多。好在我们这几年工作比较努力，还没有孩子。医生说有合适的肝移植，还有存活的希望。擦干眼泪，我决定先去银行把我们定期3年的存款取出来。谁知当我去银行时，柜员告诉我里面1分钱都没有。我整个人都懵了，不可能，明明里面有50万，之前我和老公一起来存的呀。柜员好脾气地安抚我，说帮我查询取款记录。女士，这边记录显示您这张卡前天刚取出50万，是谁取的？柜员的眼神略带同情。您的先生吴哲宇。其实这句话问出口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这张卡的密码除了我，只有吴哲宇知道。本着夫妻间的信任，我从未提防过他，但没想到他竟然瞒着我，把以后生孩子养娃的钱全取出来了。在连番打击下，我有些恍惚，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这么多钱，他用到哪里去了？再也无心上班，干脆请了半天假，一路疾驰回家。我躲在洗手间哭了很久，眼睛又疼又干，脑子里乱成一团麻。怎么治？钱去哪了？这2个问题像魔咒一样紧紧困扰着我。突然传来开门声，看了眼时间，才1点45。今天是工作日，这个点正好是午休时间。吴哲宇怎么也回来了，正好能问他银行卡的事。我刚要开门，听到了熟悉的女声：小雅，热坏了吧？快进来，凉快凉快。你说你这么辛苦干什么？看得我都心疼。小雅，原来是老公的白月光前任和诗雅，不是说他们没有联系了吗？我停下了开门的手，还是不了吧，我怕嫂子知道了生气。我这辈子已经婚姻不幸福了，我不希望你们像我一样。这番话说得茶气十足，但吴哲宇显然很吃这一套，他心疼坏了。小雅，别这么说，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，沈云怎么能和你比？他一点也不温柔，还整天管着我，心里除了挣钱还是挣钱。我早就对他没感情了，我都不知道平日里对我100依100顺的老公还有这副面孔。原来他竟然是这样看待我的吗？可他知不知道，因为他有家族遗传病史，我才控制他饮食，为了这个小家我才拼命工作，这些竟然都成了我的罪。我压抑着胸口的怒火没出声，我倒要看看他还会在背后怎么编排我。我真羡慕嫂子，有宇哥哥这样好的老公，都是我没福气，现在落到这个地步，还要找你借钱。吴哲宇忙哄他，别哭别哭，有我和沈云在，钱你不用担心。我一惊，
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谢谢宇哥哥，你对我真好。不过你给我转了50万，嫂子真的不会介意吗？吴哲宇一脸无所谓，他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他敢找事看我不收拾他。在洗手间的我又惊又怒，原来那55吴哲宇竟然背着我打给了何诗雅，那明明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，他有什么权利全部支配？一股怒气冲上心头，我顿时理智全无，开门冲了出去。正依偎着的俩人看到我后，火速分开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无比精彩。我紧紧盯着吴哲宇，你把我们宝宝基金里的钱弄哪里去了？他的脸涨成猪肝色，气急败坏指责我：你这人有没有道德心啊？偷听别人说话。我气笑了，我在我自己家怎么成偷听了？少给我转移话题，快说，你把钱弄哪儿去了？见我脸色难看，吴哲宇语气软了下来，他连忙把我拉到房间，讨好的替我捏肩：老婆，你听说我小雅她离婚了，还带着个孩子，一个人不容易，我们该帮就应该伸把手，孩子上学可是大事，我要是这时候不支持，就等于毁了孩子一辈子。这50万你放着也没用，给小雅才是把钱花在刀刃上，可以说是救命钱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真想立马告诉她患肝癌的事情，但是气大伤肝，如果她知道自己生病，肯定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到时候病情恶化就不好了。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尽量语气平缓地说，其他都好商量，但是这个钱不行，这是我们存来应急和生孩子的钱，你全借出去了，我们急用钱怎么办？家里万一有人生病了怎么办？这也是我们的救命钱啊！吴哲宇根本听不进去，反而还因为我这样不依不饶生气，急！你这么急干什么？以前也没听你说要用钱，小雅用了你就急了，还说什么我们的救命钱，救什么命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小心眼，撒这种谎？小雅她又不是不还，你这么计较干什么？我急，我计较，因为这就是你的救命钱啊！看着眼前男人凶狠到变形的嘴脸，我心凉了大半截，深吸了一口气。你不去，我自己去要。如果何诗雅不还，我就打官司。这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法院肯定会支持我的。刚准备推门出去，下一秒，吴哲宇从身后薅住我的头发，狠狠甩了我一巴掌。你能不能别发癫？这也是我的钱，我说给谁就给谁，而且你就不能替我想想吗？钱我都借出去了，你要是硬要回来，我还怎么做人？他这一巴掌完全没收力，我被他扇得往后退了几步，嘴里涌上铁锈味，脸颊火辣辣的疼，但远不及心里的疼。刚才那一巴掌彻底浇灭了我对他的爱意。离婚吧！吴哲宇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就为了这么点小事，你要和我离婚？我和小雅青梅竹马，感情和亲兄妹一样，现在他有难，就因为50万，你用离婚威胁我？客厅里装死很久的何诗雅突然冲上来，哭得梨花带雨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是我不好，宇哥哥，你们千万别因为我离婚啊！我这就去借钱，哪怕是网贷卖血，我也把钱还给嫂子。这句话犹如导火索，吴哲宇重重拍桌子：离就离，谁不离谁是孬种。我知道你介意什么，不就是小心眼吃醋吗？我老实告诉你，这钱我借定了。别说是宝宝基金，这50万哪怕是你的救命钱，我也照拿不误。而且你想好了，离婚的话，你1分钱别想带走。我冷笑2声，用力将他踹出去，立马把卧室门锁了起来。何诗雅还在外面茶言茶语，
嫂子是不是生气了？宇哥哥，你也是，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你是男人，嫂子哪怕任性了点，你也要多包容啊！包容，他也配？就是欠收拾。别看他刚才蹦跶的欢，被我打了，还不是老实回屋了？一说离婚，他就怂了。女人都这样。我看着紧闭的卧室门，刚才还汹涌不平的内心瞬间就平静下来了。我和吴哲宇是相亲认识，结婚3年多，感情也算稳定，几乎没怎么红过脸。可就在几个月前，何诗雅传出和渣男家暴，老公离婚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吴哲宇开始夜不归宿，每次闹矛盾都说我小肚鸡肠，说我思想龌龊，尤其是最近各种挑刺。最令人恶心的是，每次我劝他保持距离，他都用一种嫌弃的眼神看着我。沈云，你思想真龌龊。我和小雅这么多年清清白白，如果我们真的有什么，早就结婚了，还轮得上你？我神经比较大条，并没有想太多，还以为他最近情绪不稳定，是因为工作压力大。知道他生病时，还一度很自责。可是刚刚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明白了，他不是压力大，也不是病了，他就是单纯的贱，打着哥哥妹妹的名义行暧昧苟且之事。明明搞暧昧，还非要硬扯一块遮羞布。我介意，就是我小心眼，真让人恶心。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。我回屋并不是因为认怂了，而是我决定要报警。家暴只有一次和无数次，渣男都敢动手了，我为什么还要给他脸？好汉不吃眼前亏，适时的让步是为了让自己更安全。警察很快上门，吴哲宇和何诗雅双双傻眼。他结结巴巴地问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从卧室出来，指认他：警察同志，我举报他们卖淫嫖娼，而且被发现后对我恶意殴打，涉及故意伤害罪。吴哲宇脸色铁青，下意识举起手臂：你这个贱人，谁让你报警的？当着警察面，他还敢这么狂，真不知道该说他自信还是愚蠢。警察厉声呵斥：不许动！举起手来。他很快被控制住，连何诗雅也被警察盘问。何诗雅开始掉眼泪，一副无辜被冤枉至极的样子。我和宇哥哥是好朋友，你们这是侮辱我。嫂子，你迁怒我没关系，怎么可以这么对宇哥哥？吴哲宇果然急了，被警察摁住还不老实。沈云，你快跟小雅道歉。那50万是我借给他的，你没有资格逼他还钱。打人也和他没关系，见过蠢的，没见过这么蠢的。我还没提钱的事呢，他自己就爆出来了。这不，嫖资证据都有了。俩人麻溜被警察控制着带去车里，我跟着过去做笔录。何诗雅终于急了，她哭哭啼啼求情：警察叔叔，这都是误会，他们就是夫妻间闹着玩，我们会私下和解的，求求你们了，我儿子还在家等着我呢。女警暗中翻了个白眼：抱歉女士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就算是夫妻，动手也是犯法的。到了警局，警察按照惯例问我们是否接受调解。吴哲宇这时候还觉着自己没错呢，我是男人，管教自己老婆天经地义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摇头，坚定地表示不谅解。警察立马铐上手铐。吴哲宇急了：哎，我错了，先别急。他威胁地看了我一眼：陈云，你确定要闹下去？丢人的可不止我一个。我不为所动，那我们就等着看。何诗雅又开始哭了，她噙着眼泪望向吴哲宇，好似一朵风雨中洁白的小白花。吴哲宇咬牙切齿：你怎么样才肯调解？离婚？我咬死这个条件不松口。和吴哲宇闹到这个地步，
我很清楚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了，我必须趁着条件有利，尽可能争取财产，否则等他反应过来，财产分割麻烦不说，还要提防他使手段。我知道他现在肯定恨死我了，但他不得不咬着牙答应。他的工作性质特殊，要是传出去嫖娼被拘留，工作很可能保不住。我注意到，听到离婚这2个字，何诗雅眼睛明显亮了起来。我突然叹了口气，态度瞬间软下来。或许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在一起。你说的对，50万对你来说就是个小数目。我在意的并不是钱，而是你把这个钱给了另一个女人。为了你的幸福，我们还是离婚吧。只有我们分开，你才能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到时候你想给谁花钱就给谁花。何诗雅的眼睛更亮了，竟然直接当众表白。也许是幸福来得太突然，吴哲宇沉默半晌，才调整好自己的情绪。他终于点了头，但自私如他，下一句就开始问财产分割。咱们的共同财产大头就是50万加一套房子，房子是双方出资买的，对半分没问题。50万你借出去的，算你头上，其他零零碎碎的存款就不算了。吴哲宇想把那50万糊弄过去，我扭头直接喊警察。何诗雅小声劝他：宇哥哥，要不算了，你又不是赔不起，凭你的本事不很快就能挣回来了。当务之急，别影响了你。吴哲宇表情阴冷地盯了我一眼。离婚可以，但你不能在外面胡说八道什么。我们是自愿离婚，感情破裂而已。我敷衍地点了点头，表示没问题。可能是我这个态度让吴哲宇不太满意，他冷哼了一声：如果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虽然我对你没什么感情，但毕竟免费睡了你3年，勉强可以对你负责。我表示有被恶心到。吴哲宇恼羞成怒：既然你不识好歹，那明天早上民政局见，谁不来谁是孙子。我点头，拎着包起身就走。吴哲宇在后面疯狂大喊，让我和警察说先放他出去。我嗤笑一声，想什么呢？不离婚，别想我签谅解书。一晚上时间够做太多事情了。贱人，你给我等着。第2天，我特意和公司请了假，一大早就去警察局接他们。吴哲宇的脸色很难看，何诗雅也没好到哪里去，但一看到我就装模作样的夸张大叫：你还真来的呀？我还以为你哭了一晚上会后悔呢，还算你有点骨气。我的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还有点想笑。不知道何诗雅知道自己费尽心机抢来的男人是个患癌的，还会不会笑得出来？但我忍着什么都没说。签完字后，我内心的石头放下一大半。没想到刚走出民政局，吴哲宇不知道抽了什么风，突然问我：你前几天去医院肿瘤科了吗？我内心一紧，但脸上表情丝毫没有变化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小雅前几天去医院看到你了。吴哲宇带着探究的目光开口询问：你去医院干什么？而且突然要用钱。何诗雅立马笑了，亲昵地挽住他的胳膊：宇哥哥，他80%是得癌了，幸好你和他离婚了，要不然一定会拖垮你。我像被踩中秘密一样，瞬间暴躁起来：你才得病了，你全家都得病了，还是肝癌。吴哲宇的表情恢复了正常：你别怪我绝情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除了离婚的事别联系了，我可没钱借给你看病。我若有所思。你说的对，那我们还是别离婚了，我总要拉个人陪葬。何诗雅瞪大了眼睛，一把将我推开：你这人怎么这么恶毒？你们已经离婚了，麻烦请你离别人的男朋友远一点。
似乎生怕我缠上吴哲宇，拉着他就跑。离婚冷静期需要1个月，房子吴哲宇没要，折算成现钱，我要给他20万。这里面估计也有何诗雅的意思，毕竟这房子和他没有半点关系，钱就不一样了。过户的第2天，吴哲宇就迫不及待催我还钱。他得意地告诉我，等拿到离婚证后，就可以和小雅领证了。蜜月要去三亚看海，我面无表情地点头，祝你玩得开心。没准就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旅游了，可不得开心点儿吗？吴哲宇一拳打在棉花上，他反而不高兴了，摆着个臭脸。手续办完，他突然想到什么，一脸怒气地质问我：“你是不是早就找好下家了？”小雅说得对，你就是个贱人。我口吐芬芳：“见你爹，滚！”这边事情处理好，我第一时间找到了领导徐总。您上次说的去海市当项目负责人的事，现在还有效吗？徐总一脸奇怪：“当然有效啊，本来公司是主意你的，你不是说家在这边不好调动吗？现在还空着呢。”我一喜：“那我现在争取这个岗位可以吗？我愿意外派。”徐总愣了：“你这是受什么刺激了？当初劝你的时候死活不去，说不舍得和老公分开，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”我苦笑一声，觉着也没什么说不出口的。离婚了，老公出轨，不好意思的人反倒成了徐总。他直接给我放了1周的假，让我好好休息。交接完工作，直接去报道。日子在忙碌中过得飞快。房子我转手卖了130万。就在我忙着收拾东西时，突然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：“沈女士你好，我这边是市医院的，医院现在有合适的肝源，比较紧缺，你看是否确定手术？”我一愣，差点都忘记这茬了。你们直接联系当事人吧，我和他已经离婚了。对面的医生愣了一会才开口：“沈女士，不瞒你说，我们已经给吴哲宇先生打过几次电话了，但他显然把我们当成骗子了，每次都被骂得狗血淋头。他还提到了你，说是不是伙同你一起骗人的，要把我们抓起来坐牢，还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。但医院这边实在等不及了。”我叹了口气，实在不好意思医生，但是我也没有办法，除了离婚的事，我现在也联系不上他，他已经有新女朋友了。听我这样说，医生大概明白了什么意思，和吴哲宇联系过几次，当然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了，只好跟着叹气：“那我们再试试，如果实在不行，只能说人各有命。”不知道医生是怎么和吴哲宇说的，我很快收到了他的咒骂短信：“沈云，你这个贱人，竟然诅咒我生病，还伙同医生骗我，你就是见不得我好。放心，等你死了，我会去给你烧香的。”我点开他的朋友圈，和何诗雅在一起后，他每天都在发朋友圈，吃喝玩乐、看电影、约会，还时不时配上点奢侈品小礼物。可我注意到，吴哲宇的脸色越来越不正常，蜡黄的脸，泛黑的嘴唇，人憔悴的不行，很正常。毕竟他不知道自己有病，没了我管着他，每天熬夜抽烟纵欲，病情肯定恶化了。我懒得搭理他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。1个月冷静期到，拿离婚证那天，我顺便把他的体检报告也带去了。看着手里崭新出炉的红本本，我内心无比激动，差点哭了。何诗雅面带嫌弃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你现在哭也没用，宇哥哥已经是我的了。”吴哲宇故作惋惜：“沈云，你我已经不是夫妻了，你的病我也没有办法，只能祝你坚强。”我终于可以不忍了，立马冷嘲热讽：“我谢谢你全家，也祝你坚强。对了，你不是说拿到离婚证直接领证的吗？为什么不领？是不喜欢吗？”
吴哲宇不自觉地看了何诗雅一眼，何诗雅脸色一变，嘴硬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？我是想多点时间和宇哥哥谈恋爱，毕竟我们错过了这么多年。”这么敷衍的话，我以为吴哲宇会听出来，可是没想到他一脸感动。小雅，我这辈子都会对你好的，你就是我最重要的人，为了你，我命都可以不要。看着他俩含情脉脉地说情话，给我恶心坏了。翻出他的体检报告单，给你俩的新婚礼物，吴哲宇没接，反倒是何诗雅接过。他嫌弃地扫了几眼，直接撕碎了，丢进垃圾桶。真不好意思，你生那种病，我们可不敢要你的东西，怕染了晦气。行行行，你说的都对，葬礼就别喊我了哈，我也嫌晦气。何诗雅气坏了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竟然敢咒我！我告诉你，我前2天刚做的体检，医生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，马上就能怀2胎。谁像你，结婚几年了，连个孩子都没有，不下蛋的母鸡！我无辜的眨眨眼，谁说你了？我又没说你要死，急什么？扭头看向气势汹汹准备动手的吴哲宇，忘了和你说，你女朋友刚刚撕的是你的体检报告单，你应该也接到医院电话了吧？没错，得肝癌的是你。气氛骤然安静，吴哲宇的脸色肉眼可见的难看起来，他一个没站稳，差点摔倒。谁知身旁的何诗雅并没有扶住他，而是迅速跳开。我很想告诉他，肝癌不会传染的，没必要躲得这么快。吴哲宇站稳后，并没有计较何诗雅的行为，反倒冲我破口大骂：“你简直是疯了！不怕我起诉你吗？”我叹了口气，我知道这很难相信，还是建议你最好去医院检查下。虽然我讨厌你，但也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。看我神情笃定，吴哲宇终于慌了，他僵硬着身体去垃圾桶翻撕成碎片的报告单。何诗雅脸色难看地拽他起来：“宇哥哥，这个贱人肯定是骗你的，你别信他。”吴哲宇暴躁地冲着他大吼：“闭嘴！都怪你乱撕东西，还不快拼起来！”何诗雅不可置信地瞪着他：“你竟然凶我！”谁知这次吴哲宇没哄他，而是很不耐烦的大骂，根本控制不住情绪。肝有问题的病人最忌情绪波动。突然，吴哲宇脸色惨白，猛地吐出一口鲜血，倒在了地上。我脚底抹油，跑得飞快。何诗雅慌乱地喊救命，但只知道哭嚎。最后还是路人看不下去，帮忙叫了救护车。这一幕，在我知道吴哲宇病情时，幻想过无数次。那时是真的害怕，也是真的难受，在心里预演了无数次发病的场景，想着一定要救下他，哪怕砸锅卖铁也要给他治病。如今幻想成为现实，短短1个多月，故事里的人物角色全颠覆了。此刻我看到眼前这番场景，内心毫无波澜，只觉着痛快。好心情一直持续到晚上，门铃突然响了，打开门，竟然是警察，还是上次的熟人呢。看到我，警察也有些无奈。我这才知道，吴哲宇竟然报警要抓我，说我害他肝癌，死活要见我。我直接给他气笑了，跟着警察去了医院。吴哲宇已经醒了，在医院大吵大闹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医院竟然故意欺骗隐瞒患者，我已经报警了，就等着坐牢吧。你们这群庸医半点用都没有，就知道讹钱，我一定会告你们的。医院满地狼藉，何诗雅也在，站在角落里，脸色不太好看，似乎不愿意承认和吴哲宇是一伙的，躲在人群里假装是看热闹的路人。不过也正常，此时的吴哲宇神态狰狞，青筋暴起，和以前判若两人。
之前医生就说过，癌症患者有一定概率会性情大变，让家属做好准备。现在我是彻底信了。医生看到我像是看到了救星。沈女士，你来了，警察同志也在。这位病人情绪过于激动，都是诬告啊！我们医院有证据，从发现病人患癌到现在，医院一直没有放弃和吴先生联系，都是有通话和短信记录的。沈女士也能证明。还有吴先生，你可不能再生气了呀，气大伤肝。你现在明显是病情又加重了。之前沈女士好不容易帮你预约到了移植的肝源，是你自己不要的，身体禁不住你折腾了。吴哲宇听到这里，意识到了什么，一口气没上来，竟然又晕了过去。医生连忙上前抢救。何诗雅本来想偷偷溜走，却被医护人员拉住了。家属是吧？看你们一起来的，快去缴费。何诗雅脸色通红，上前一步攥住我。嫂子，你可不能不管宇哥哥呀，你们怎么说也做了3年的夫妻，你不会这么狠心吧？我笑了。是啊，谁让他出轨你了吗？不但偷了50万给你儿子买学区房，还婚内出轨，没离婚就同居，这些我可都没忘呢。周围人鄙视的目光犹如利剑，刷刷刷地刺向何诗雅。他没脸继续纠缠我，但也没打算照顾吴哲宇，趁着大家不注意，直接跑了。我想了想，并没有离开，不是对吴哲宇还抱有什么幻想，而是我很好奇，很想知道他知道自己患癌后会怎么样。但我没想到，吴哲宇比我想象的还豁得出去。他醒来第一时间确认病房里只有我，只愣了几秒钟，就不顾身体扑通一下跪倒。老婆，我们复婚吧。我忍不住嗤笑。怎么，快死了想到我这个前妻了？不是说大难临头各自飞吗？还要送我祝福，你这又是在做什么？被我当面贴脸开大。吴哲宇神情恼怒了一瞬，很快又压下去。老婆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你想想，我们过去3年不是很快乐吗？我们复婚好吗？医生说我还有救，我们的房子不还在吗？只要卖了就有钱给我看病了，等我好了还会像以前一样爱你。我们生个孩子好不好？你不是很喜欢孩子吗？我们给他重新存宝宝基金。吴哲宇的表情真挚无比，这番话说得情真意切，差点都让人感动了。但我如今看着他这张脸，只觉着讽刺。其实我们刚结婚时，我就知道吴哲宇有个白月光，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谁还没有点过去呢？我并没有和他计较这些。得知他生病的第一时间，我第一反应是如何救他的命。我先是找医生做了配型，发现不合适后，想方设法筹钱，尽可能快地给他做移植手术。我自问尽到了一个妻子该有的本分，可他呢？我无比感谢老天让我提前认识到他的真面目，所以我不会允许自己跳火坑，干脆利落戳破吴哲宇的幻想。你没必要在我身上浪费心思，我不会回头的。有这个时间，你还不如好好考虑你的白月光。先是50万，又是20万，你手里的钱还剩多少？也许有了这些钱，你还能多活几天呢？吴哲宇陷入沉思，但他显然不愿意放弃我，信誓旦旦说知道错了，要重新追回我。我第2天就订了内蒙的机票，等吴哲宇给我打电话时，我已经在大草原上了。他明显一愣，沉默好半晌问：你为什么要去旅游？不知道我得癌症了吗？我觉着奇怪，你得癌症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不是说了吗？葬礼我就不去了。他突然变了一副嘴脸，隔着手机我都能感觉到他的阴狠。
你要是不救我，我就曝光你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知道自己老公得病了，突然离婚，还要走了房子不闻不问，就算我要死，我也要拉你一起下地狱。我嗤笑一声，你不会不知道有个东西叫证据吧？你出轨、家暴、婚内转移财产，哪一件不是证据确凿？你去网暴我呗，我跟着澄清就好，说不定还能涨粉呢。吴哲宇听了，沉默许久没有说话，他也是终于意识到，我对他是真的死心了，不会有一丁点心软。那天后，他开始和当年恋爱时一样，每天给我发早安晚安，我烦不胜烦，干脆拉黑了他。世界一片清静，我的休假进入尾声，需要回公司处理最后的交接。听说吴哲宇的病情已经由中期发展到了晚期，他依旧没有放弃联系我。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去一趟医院。来得早不如赶得巧，我到医院时，正碰到吴哲宇和何诗雅吵架。短短半个月，他简直瘦到不成样子，躺在床上怨恨地盯着何诗雅，朝他随便发脾气：“你这个贱人，都怪你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也不会离婚。沈云肯定会把我照顾得好好的，想尽办法给我治病。”何诗雅不甘示弱，立马反驳：“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是你对他不好，出轨还家暴，一巴掌把他扇走的。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哄着我给你儿子买房，我们怎么会吵架？你个贱人！”扫把星，病房里还有不少人，他俩就这样旁若无人地骂了起来。医生一脸见怪不怪的样子。据说这已经成了医院每日的固定项目。何诗雅还跑不掉，一跑吴哲宇就告他诈骗。眼瞅着他们吵得差不多了，我施施然进去病房。咦，还没等到干员吗？小雅，你有去做配对吗？何诗雅被我说的一愣，下意识反驳：“我怎么会合适？我身体又不好。上次在民政局门口，你不还说刚做的体检吗？身体好得很，都能生2胎。”吴哲宇听到我的话，像是抓到了什么救命稻草，他神情激动：“别啰嗦，你快去给老子做配型！”何诗雅满脸拒绝，被吴哲宇狰狞的表情吓到，想直接溜走。吴哲宇本就控制不住脾气，见状彻底怒了，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将何诗雅狠狠打了一顿：“你敢跑，我就杀了你，连带你那个野种儿子，反正老子也活不了了。你不给我捐肝，就把我的钱还回来，否则你今天别想走。”我默默退出病房，心中畅快无比，也终于将往事彻底放下。这次见面后，我直接去了海市，再也没见过他们两人。几个月后，我在新闻上看到了他们的后续，原来何诗雅竟然还有一个家，她根本就没离婚，怪不得当天在民政局，我问他们怎么不领证，何诗雅慌成那个样子呢？她是和老公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打听到吴哲宇混得还不错，打算套上这个冤大头，但谁也没想到这个冤大头是临期的，还快要嘎了。病重的吴哲宇简直毫无理智可言。何诗雅和老公商量着要逃走，正巧那阵子吴哲宇对她的肝念念不忘，偷偷跟着她，发现了这个秘密，盛怒之下，他掏出水果刀一阵乱砍，何诗雅的儿子当场死亡，他本人也被砍了好几刀，见妻儿重伤。何诗雅的老公直接暴走，反杀了吴哲宇，因故意杀人罪入狱。这个新闻闹得很大，连带着前尘往事都被扒出来不少。有朋友认出来我是那个幸运的倒霉蛋前妻，过来慰问，我照单全收。生活总要继续。吴哲宇对我来说已经是上半辈子的事情，他欠我的，我也全部拿回来了。以后的人生，我会更认真的去过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
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